大家好，我是刘毅。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冬天饭店里边卖的很火的一道菜——酸汤肥牛的家常做法。色泽黄亮，鲜嫩不柴，酸辣开胃，荤素搭配，上桌连汤汁都喝光。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？其实也有小技巧。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，最适合家庭做，您一定能够学会，让你的餐桌又多一道美食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首先准备肥牛卷半斤左右，最好是选择比较贵一点的，这样吃着口感才好。准备一盆温水，放入肥牛卷，先浸泡上。通过浸泡可以去除多余的血水和腥膻味，而且煮出的颜色还好看，不易发黑。接下来准备小料，先把大蒜和生姜拍破，然后再剁碎，这样在炒制酱汁的时候更容易出香味。剁好放入盆中，再准备香葱一根，把葱白部位切成丁，和姜蒜放在一起，用来炝锅的时候用。葱叶切成葱花，出锅的时候放入，增加香味又搭配颜色。杭椒和小米辣适量，这个主要是搭配颜色和增加清香的辣味，如果不喜欢吃太辣的就不需要放。做这个菜必不可少的就是泡椒和泡椒水，吃起来非常的开胃，而且还能够去腥。稍微切一下，这样更容易出味道。准备点酸菜切成丝，增加酸香的风味和脆爽的口感。这个是自己家腌制的白酸菜，没有的也可以用酸菜鱼的黑酸菜来做，口感和味道也是一样的。切成丝后放入盆中。金针菇一把，主要是增加汤汁的鲜味和口感，切去根部不要。然后再掰散。倒入清水清洗干净，去除里边的虫卵和一些其他的杂质。金针菇在购买时一定要选择新鲜的，这样吃起来口感好，味道才鲜美。清洗干净后捞出几干水分，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非常的鲜亮。再准备适量的干木耳，提前泡发好，清洗干净，撕成大小均匀的块，丰富口感。当然这个配菜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放入。准备母鸡蛋一个，打入盆中。饭店做这个菜都要用高汤，吃起来味道才鲜美。当然家庭操作没有高汤，咱们就用一个鸡蛋。今天教大家如何做出一锅比饭店还鲜美的高汤。用筷子慢慢的搅散。食材准备好后进行下一步操作，先把浸泡过的肥牛控去水分，然后再用清水冲洗下，去除血水，可以看一下这颜色就非常的鲜亮。接下来先起锅，把锅烧干，然后放入少许的葱油，再放入适量的猪油。油热后倒入打好的鸡蛋液，保持中火，把鸡蛋煎至定型。一面煎至定型出香味后，再翻面煎另一面。这个做法很适合家庭操作，味道一点也不输于饭店。但是炒鸡蛋也有小技巧，一定要炒老一点，炒至两面焦黄，这样熬出的汤香味才浓，腥气未小。然后放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增香。接着保持大火倒入开水。如果倒入冷水，汤是熬不白的，记住这个小技巧。保持大火烧开后，先熬至3分钟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汤汁就慢慢的变白，然后盖上锅盖，保持中火再熬至4分钟左右。然后打开锅盖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汤汁已经非常的奶白了，鸡蛋已经漂浮在汤面，
这些鲜味已经就熬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捞出鸡蛋，接着把熬好的汤先倒入一个锅仔中，起锅烧水，下面来汆烫食材，放入适量的盐，增加底味，少许的色拉油，可以使烫出的食材颜色鲜亮，减少营养的流失。水开后，下入金针菇和木耳先汆烫。开锅后汆烫20秒钟即可捞出，时间切记不要太长，要不然容易影响口感和鲜味。再下入肥牛卷汆烫。下锅后用勺子推动，让其受热均匀。放入料酒稍微多一点，去腥。肥牛汆烫的时间切记不要太长，要不然会影响鲜嫩的口感。汆烫至稍微变色，然后关火捞出。用原汤稍微冲洗下，去除表面多余的浮沫。切记不要用凉水冲，口感容易偏柴。可以看一下颜色非常的鲜亮。接着另起锅，把锅烧干。放入适量的菜籽油，用菜籽油做这道菜颜色黄亮好看，有食欲。再放入少许的鸡油，提味增鲜。油热后下入葱姜蒜和黄灯笼辣椒酱，炒出颜色，炒出香味。不喜欢吃太辣的，就少放点黄灯笼辣椒酱。炒香后下入酸菜丝，先煸炒出香味，炒出酸菜丝里边多余的水分。要想做出的酸汤菜好吃，酸菜必须要通过煸炒，然后放入少许的料酒去腥，继续翻炒，炒出香味。炒至酸菜表面稍微发干，然后倒入熬好的高汤。如果汤汁偏少，可以放入开水。保持大火，先烧开，熬至3分钟，然后倒入泡椒和泡椒水，盖上锅盖，保持中小火熬至5分钟，让酸菜的酸香风味充分释放在汤中，然后倒入汆好水的木耳和金针菇，用勺子推匀后开始调味。放入胡椒粉适量和少许的白糖和味提鲜，盐和鸡精、味精之类的就不需要放了，因为酸菜和黄灯笼酱中盐分就比较重。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适量的白醋，增加酸香的风味。继续保持大火熬至2分钟左右，让各种鲜香味融合，颜色黄亮，然后捞出里边的配菜，装入砂锅中垫底。接着关中小火，下入控干水分的肥牛汆烫。肥牛煮制的时间切记不要太长，开锅煮至30秒钟就可以了，要不然口感容易发柴不鲜嫩。然后盛入砂锅中。盛完后放入杭椒和小米辣圈，黑黑的白芝麻增加香味。然后浇入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撒入葱花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样一道简单家常、酸辣鲜嫩、开胃下饭的酸汤肥牛就做好了。更多家常菜请关注刘毅美食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。我们明天再见。